吃串了。不是这么多你吃得了吗？这只是开胃小菜，一会儿还有大鱿鱼呢，尝尝。真行你！你把肖明给治了，但你跟轩辕的交易还没兑现呢。他那无耻小弟，我怎么能上他的当？但我怎么感觉这轩辕好像在撩你呢？撩我？可拉倒！哎，肖会长，小林同志，实在是抱歉啊，给你们开了个玩笑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啊，没事儿。你今天说的那个话，说了一半就跑了，那另一半留着给我猜谜啊。肖会长，我觉得这件事儿您肯定知道是轩辕说的，对吧？您直接问他就行了。我问他了，他让我问你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看今天饭也没吃好，我请你吃个饭吧。今天晚上有点晚了，我觉得吃饭就算了，要不明天咱们经发办见面聊。哟，明天下午不行，我有事儿。你看明天上午行不行？行的话，我一大早就去找你。行，可以。肖会长，别着急走，进去等吧。林依然呐，我等了一上午了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也不回，还扣我电话，他什么意思呀？他到底在哪儿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许阿姨跟我说的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啊？我专程来感谢你的。你是来谢我呀，还是来戏弄我呀？你这话说的，怎么可能戏弄你？但我确实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啊。你看我啊，我毕竟是个公务员，我毕竟还是要注重一下公务员的形象，对吧？就是你那件事儿，能不能换一件事儿？或者你先记着，日后呢，等有机会我再还你，行吗？合作破裂，我不需要。要不然，你再换一个条件。曾经有一份公平的合作摆在你面前，你并没有去珍惜，现在你倒追悔莫及了。我怕再给你机会啊，你也不中用。这干什么？赖上我了？啊？小林同志，哎呀，你这一上午够忙的啊！我在办公室等你呢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肖会长，我现在跟轩辕在一起，我觉得有些话呢，我们三个一起把这些事情说明白比较好。好，你说啊。首先，江子流说在你轩家找不到一张好纸，损害的是你们轩家和桃花镇宣纸产业的影响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按照彭书记的指示办纸王大赛，也是为了帮助你们轩家和桃花镇的宣纸产业。还有啊，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不管，这个工作我可以不干，这个活我也可以不干。但是，如果你们拿比赛场地的事情来要挟我的话，我只会觉得你们无耻、可笑、幼稚。喂，林依然，干什么？车钥匙干什么啊？不是李依然，
良好的交易，不是履行承诺，不合适吧？我已经没什么兴趣跟你谈交易了。哎，你还挺会耍赖的啊！谢谢您，谢谢夸奖。你这是生我气了？从小到大能生我气的人都是爱我的，没想到你也喜欢我啊！不是你怎么这么自恋呢你？是你给我的暗示啊！我给你什么暗示了我？你一直生我气，就会一直把我放在心上。记着啊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我同意了吧我跟你说过的，你以为开得快呀？我也开得快。小林同志，哎，小林同志，薛岩，你小子行啊！啊，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？嗯，拿我当药引子是吧？你给我说实话，你和他什么情况啊？哪来什么情况啊？不是我怎么就胳膊肘往外拐了？我现在这是为了咱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，那是做服务呢。哎呦，自己说的那么伟大，哎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就那姑娘，脾气大得很，你可得小心点儿。你想不想把那窟窿给补上啊？她一说我就知道是你出那馊主意，你赶紧说，我那还忙着呢。想当年，你背叛师门出去搞机械职场。哎，请注意你的用词，我那是奔向幸福生活的大路。哎，你觉得你师父我爹他最气你什么呀？最气的肯定就是我丢了手艺呗。你是他最看重的大弟子，你一走了之，是不是伤透了老爷子的心？他自然就会把你从宣家传承谱上给抠下去了。你如果参加指望大赛，再拿个好名次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你手艺没丢，没忘本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好好道个歉，大摆宴席请他原谅，这窟窿是不是就补上了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我这手艺丢了那么多年，那万一别……哎呦喂，小民子哎，这勤能补拙。是，师傅，勤能补拙。行，我去。行，你到时候别倒反天罡整个第一，别说给你补上了，把你那印都给撕了啊！那绝不可能，师傅永远是第一。我努力，保3争2吧。哎，你别着急走啊，指望大赛场地的事儿你给解决一下啊。没问题。行。往年间有一种说法，叫看水色知纸力。一张宣纸成色怎么样，看水体颜色就能知道个8、9不离10。好的宣纸虽然薄如蝉翼，却能够承载浓墨重金，难道只是因为它的水色的好坏吗？不，水、浆料、材料、时间，还有捞纸、晒纸、剪纸，各种工艺一个都不能少。只有108道工序锤炼出来的纸，才能经久耐晒，千年不腐。你要捞纸？你有多久没捞了？行了。刘师傅，您
帮我抬脸。好。师傅，你手上疼痛了。你看清楚，抬不动的是你的手，还是你的心？是心。是心力。小米，你给我记住，自己要跟自己较劲儿，知道吗？社会上的诱惑多了，欲望也多，心力如果不够，就挨不过去。一辈子那么长，这样才能坦荡的做人，才能问心无愧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来，那第2个牌子往右一点，往右挪一点。哎，对，第3个猪猪你也往右挪一点。好嘞，我看一下啊。行，你这个没问题。都行哈。来，我看一下这些牌子，没问题吧？都没问题，一会儿就给挂上去啊。好，行。哎，窦师傅，哎，那个一会儿检查一下池子还有器材，没有问题的话跟我说，好吧？好。哎，好，辛苦了啊。你试试这个。哎，你们这边衣服处理好了之后去那边开会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有问题跟我说啊。好。一场一个人，你这是买一赠一呀？啊？我可不参与这事儿啊，我是来检查工作的。怎么样啊，准备的？得亏年轻时候底子好，手艺上手也快，就是这腰不行。啊，保3争2了。保3争2，有点悬呐。怎么又悬了？贾二虎刚才来了啊，这小子憋了个大招，他把酱油3请回来了。酱油3，他回来了。哇，二虎，这位老先生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捞出这排山倒海的气势，不容易啊！你也不看看这是谁，我三叔。这是我们蒋家唯一得到祖上真传的人啊，技术不减当年。我们星球牌宣纸，匀稳平均，结构紧密，韧性一绝，靠的就是这排山倒海的老李手法冲压而成。无论是薛永年呐，还是谁，都比不上了。咱们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啊！现在蒋家是什么一个情况？他就是有蒋油3啊，南阳这么一枝花来撑着的。我三叔啊，平时在东南亚经营这个星球牌宣纸，这次是回来探亲，顺便拿个纸王。我三叔要是在国内，这纸王还有宣家什么事儿？这么多年，蒋家失去的体面要拿回来。和往次不一样，因为江自流，他跑到这儿来闹了一通，他在宣家说了一句话，他没见到一张好纸。就他这句话对我们宣家，那可是伤了元气的。如果说这次比赛我们要是赢了，那么就消除了江自流对我们的不好影响。但是万一要输了，你看呢，对我们宣家那就麻烦了。那名儿比命还重要啊！那当然，名和命两样都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宣家输不起呀。是，老叶，你上。你别指望我呀，我怕比赛。那现在就只剩下宣言和张度了。哎，张度学的刻苦啊，这抬帘算稳的。他那就稳啊，照猫画虎，学了个样子罢了。3年学徒，5年半足，7年才成师呢。张度啊，才学了1年多，那差远了。不过我宣言这孩子啊，倒是蛮机灵的，那跟着我在支朝边长大的。虽说这几年捞的少了吧，可是基本功在呀。让宣言、张连、张度抬帘，
哎，这个可以。这是最好的搭配了，就他俩了。哎，啊，这孩子不争气呀、他现在成天到晚就是弄那个什么纸的那个玩具，他痴迷着呢。那不是纸玩具，人家叫宣纸文创，给你说过100遍了，你都记不住，还在这老瞎说你。从古到今，在宣纸上画油画的，你们见过吗？没有过，那是糟蹋宣纸，也糟蹋我们做宣纸的老祖宗。哟，行了行了，这开个会怎么还老祖宗了呢？小雨，你给宣言打个电话，就说我们现在全场开大会，决定由他来做长联。好嘞，师傅。哎，严哥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现在厂子里开会呢，就等你呢，赶紧来啊！啊，好，你等一下啊。还等什么呢？全都在那等着你呢，你来吧。我还没接电话呢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不接，我不接，我就不接。人家换彩铃啊，都不懂。再接着打，给他挂了，给他挂了。我长联，啊，张度、台联，就这么定了。老薛，老薛，老薛。林然，出来。那你先等我一下，一会儿过来啊。干嘛呀？主任生气了，快点。办纸坊大赛是工作，写10篇文章就不是工作了。工作单上10几件事情挂着，办公室里1个人找不到，你们哪个能向我汇报我工作？不要忘了，我还没退休，我还是金牌班的主任。明天就开始比赛了，那么多麻烦的事情都没处理，所有人都等着我呢。而且您又不负责指望大赛的事情，我跟您汇报什么呀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你就这样跟我讲话呀？我是在陈述事实。廖老师，廖老师，怎么了？发这么大火啊？这这么多人，有损您的威信。彭书记要求在视频号上发2篇宣纸人的文章，配合指望大赛的宣传，要求有视频、有采访，下班前必须发上去。我还安排不了他们的工作了。林然，既然你这么要求进步，明天我就打报告调岗，给你腾位置。哎呀，廖老师，他连江自流都照怼不误的，是吧？你跟他吵闹，那伤不到他，只能有损您的威信。刚才是说要采访来着，是吧？您看我这不是现成的宣纸人吗？采访我不就完了？哎，这张度也在，他是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，跑到咱们桃花镇做新宣纸人的。实在不行，我把肖民也叫来。行啊。我们宣家老祖宗啊，这1000多年以前是逃难来到了桃花镇的。刚来啊，没有地给你种，就逼到了深沟沟里面去。没有粮食，没有地怎么办呀？山上的檀皮有的是，拿来造纸换粮食。说到底啊，还是为了混口饭吃，总不能让一家老小饿死不是？那山里面穷啊，连个房子都没有，搭个棚子就开始造纸。天热的时候，光着屁股照样干。反正这山里面没有外人嘛。不过这事儿后来传到山外去了，那山外的人呢，瞧不起我们，觉得我们这帮造纸的呀像个野人一样，后来都管我们叫纸花子。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了。这句话呀，也充分展现了你的精神世界。宣言啊，哎，主要突出宣纸文化，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能乱讲。我认为啊，宣家老祖宗的最伟大之处，在于他们发现了青檀皮、沙田稻草和山泉水的黄金比例，墨韵万变，赋予了书画的灵魂，承载了中国文化，成就了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，才能一直传承到今天。哎呀，其实啊，这个檀皮造纸啊，很早以前就有了。那过去的青檀树没有现在的多，现在大面积的种植啊，那量少不够用怎么办呀？这会儿又体现出了我老祖宗的智慧了。他们把沙田稻草和青檀皮混在一起搅，没想到这效果出其不意的好。哦，我不是说我们老祖宗这个偷工减料啊，我是说
他们懂得变通，当然了，也是权宜之计嘛，总得要吃饭。不能让一家老小都饿死，对吧？没错啊。算了，你不要讲了。在宣纸制作的过程中，不，我主要是想表达什么呀？我主要是想表达，宣纸的发明固然伟大，但没有必要刻意升华。儿子啊，哎，妈，哟，你这些东西是要扔的，还是要收起来呀？这是啊，我要寄到德国去参加东方文化展呢。哟，我儿子真牛！你看是谁儿啊？那是，水果给你放桌上啊。哎，行，放那儿吧。不瞒你说，你爸他自己也知道比赛不行，他想让你去，可是他又不能说呀。他也知道他跟你一说，你肯定不去。哎呀，就挖空了心思，这转弯抹角的还去开个会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会完了以后，我这心砰砰砰的直跳啊！儿子，今天咱娘俩推心置腹的在这儿说呢，你爸那个腰，他要是去比赛，万一折了断了，哎，再难听点瘫了，你说咱家的日子怎么过呀？他这后半辈子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他还想让我当他传人呢，我都应了。你当然得应了，咱家就你这一个儿子，你不当谁当啊？他爱传谁传谁。师傅，师傅，腰不舒服了。哎呀，说了不让你干，你就是要逞强。师傅，您就别干了，我把这点料送下去，我来弄。哎，您歇着啊，等我回来啊。我那儿子要有张度的一半，我就知足了。3岁看小，7岁看老。宣言的孩子呀，善良、心直，不出大恶，也不用操心。我要是有他这样的儿子，我晚上做梦都能笑醒了。宣言，你说这个宣纸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？我上大学那会儿啊，我就问过我同学，我说你们知道宣纸吗？大部分人还是知道的。我接着就问我说你们会买宣纸吗？他们就说我用不上，我买它干嘛？这就是现实。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，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，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。我现在做的这些，就是为了能让宣纸有一条新的出路。我希望它能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最基本的用，再到了解，培养出了新的客户群体，才能让传统宣纸有更高的价值体现。哎呀，你看看你这些想法和思路多好啊！你跟你爸去沟通嘛，省得你爸成天说你拿他这么好的宣纸在那儿不务正业，霍霍。哎呦，我跟他说得着吗？那我说，别，你也别去，就他那脾气，他那犟劲儿啊，一整传统老祖宗，你也说不着。再说了，我跟我爸2项和平原则，我不招惹他，他也别招惹我，维持现状挺好。行，反正我的意思你都知道了。你爸不能去比赛，你明白就行了。哎，爸，差点把这事忘了。这是我内蒙同学给我推荐的，说是对腰间盘突出好，你给我爸贴上。看看，最心疼你爸的还是你。那最心疼我的还是我妈呢。心里知道就好，我说的话你放心里啊。知道了，妈。
好吃呀，妈。不当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哎呀，你看看啊，谁最关心你啊？只有你儿子。他要是听我话，不给我闹别扭，我这辈子就知足了。他听你话，我儿子比你优秀，凭什么听你的？行了，起来吧，试试我给你买的护药。来。走走看。刘年，想想你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跟那些年轻人比，你比得过吗？这回就算我求你了，咱不比了，行吗？哎呀，那个指王咱不要也行。你这个药膏真不错，你瞧瞧，我都挺起腰来了。你看，有劲儿。我告诉你，这次比赛我一定参加。我宣永年除了做纸之外，我没别的本事。但是这次指王比赛，我不能输了。我这输了，那不是丢人现眼吗？本届指王大赛隆重邀请了多位重量级评委，他们分别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沈国军先生、红星宣纸股份有限公司总工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满成贵师傅、省博物馆书画馆首席专家钱聪教授、大雅斋文化集团代表、大雅斋桃花镇分公司总经理欣然女士。本届指王大赛分为4个评比环节，它们分别是捞纸竞速、成品率、规定射中、专家试比。每个环节最高5分，最低1分。没有完成比赛者为0分。现在进行比赛的第1个环节捞纸竞速，规则如下：要求在1个小时之内数量最多者获胜。今年又不行。我宣布，捞纸比赛正式开始。别紧张，稳着来。2人捞纸，长连主事，口诀是得手要紧，全凭手感定后果，把控纸的克重、匀度。抬帘的口诀是烧手要松，随行就市。1帘水套深，说的是下水要深，铺底成型。2帘水或新，通过2遍水的叠加，让纸浆的纤维交错咬合，5心找平，最终控制纸张的韧性和匀度。这南洋蒋家捞纸技术一绝啊，大气。能在南洋打下一片江山，确实是有手绝活。他要想赢下比赛，看他给宣永年点不点头啊？师傅，您的腰。
怎么了？看见那个姓蒋的了吗？他是真厉害，都说他是轩家的劲敌，而且我看轩叔叔那腰，好像也有点……哎，徐阿姨说了，说轩叔叔这几天腰间盘突出又犯，而且又严重。完了，那咱们可能真完了。你看今天来了多少媒体啊，说这冠军要是让桃花镇之外的人拿了，那真证明咱们桃花镇造不出好纸了。哎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听天由命吧。行了，赶紧去。我可都数着呢，我三叔至少比薛永年多10几招呢。你没想到，你三叔还真挺厉害，在整个东南亚都算头一号。你以为呢？师傅腰撑不住了，师傅。没事，别紧张，稳着来。老轩他行。师傅，您是不是太刺眼？很讨厌。评委，怎么了？领导们，能不能给我们换个槽子？这现在太刺眼了。没有多余的槽子了呀。不对呀，这不公平啊！张栋，过来。师傅，快点！师傅，这看不见能行吗？过去加夜班，晚上不是照样干吗？快点，快，没时间了。好。这轩老爷子这是玩哪出啊？怎么把眼蒙上了？秀梅姐，这蒙着眼睛能行啊？师傅加油，师傅！师傅加油！加油！厉害啊！老轩还是老轩啊，宝到位了。各位选手，加油！李永年主要还是在腰上。 师
请各技术员到会务组集合。师傅，没事吧，师傅？师傅，快，椅子，来，哎呦，你慢点，师傅，说慢点，慢点，来，喝点水。永年，没事吧？腰还顶得住吗？行吧。哎呦，慢点，师傅。腰怎么样？哎，咱走。哎呀，慢点。大家久等了啊！经技术员验证，与参赛者核实无误，各参赛者的捞纸数量为星球纸页184张，得5分；辉煌纸页181张，得4分；宣誓纸场172张，得3分；群星纸场165张，得2分；金轩纸场147张，得1分。比赛公正，数据准确。我宣布，第一比赛环节，捞纸竞速星球纸业获胜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恭喜啊！咱们辛辛苦苦办了这么个大赛，看来就是给桃花镇出了个大洋相。老薛，这事儿啊，主要就怪我。我要不是比赛紧张的吧，要不就我上了。你看看弄的。不怪你，要怪啊，就怪我这个腰不争气。哎呀，师傅，要我说啊，谁都不怪，要怪就怪那太阳。他比赛的时候不偏不倚，非得要照着师傅的眼睛，这不影响师傅了吗？哎呀，这才比赛的第1天，不怕啊。对，晒纸我来，不就是比个成品率吗？我保证啊，100张没毛病。哎，我也是这样说的啊。称重比赛咱们也输不了，按规定啊，6斤半1刀纸，就老轩这手艺啊，上下差不了5000。是的呀。对啊，哎，让庄家品去呗，论品质，比我师傅强的人还没生出来呢。哎，不能乱说。哎呦，我知道，师傅，这不是关起门来讲吗？关着门也不能说。轩师傅，晒纸啊，我跟老壳子打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有老公在这不学老壳子呀？哎呀，我们俩打呗。谁要跟你搭呀？讲什么你都听不懂，天天就知道惹人生气。你看，各位选手，我再次提醒你们，1小时之内以成比率决胜负，成比率不足90%的是被弃权。各位选手，加油啊！好好干，加油！你看，这纸不对呀，老头子。你看，别急，再润润。来，你看，这一转好几成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管子有问题啊！对啊。来，我来试试。你看，这接也接不开，弄也弄不上去。赶紧告诉永年。我去找一下我们厂长。你赶紧去吧。谢谢。跟着去。谢谢。哎呀，轩师傅啊，
薛师傅，打开。您快进来看看吧。看看。走。师娘，快去！这是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，肯定是出事了。放心，老轩进去了。喷水壶呢？这是这儿呢。味儿不对啊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溪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有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？只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溪。纸上阡陌写断情，方寸之间有真情。愿以世间多